大家好，这里是鹏鹏美食房。火龙果它是一种营养成分特别丰富的水果，它因为外表有似龙鳞的这些鳞片，因此而得名，并且火龙果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花青素、甜菜红素、黄酮类化合物、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以及膳食纤维和钙、镁、钾等矿物质。并且火龙果吃起来口感香甜绵密，水充盈，果肉也非常的细腻柔软。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不会挑选火龙果，那么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几个挑选火龙果的小技巧，再也不用担心买的火龙果不好吃。第一点，看火龙果的形状。火龙果，火龙果有圆胖型的，也有这种瘦长型的。建议在挑选过程当中，挑选这种圆胖型的会更好，因为圆胖型的火龙果说明它成熟度高，水分足，口感吃起来也会偏甜。因为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像这种圆胖型的火龙果，看起来也会相对比较饱满的。像这种火龙果就应该优先挑选。反之，像这种瘦长型的火龙果，看起来也并不是那么饱满，说明这个火龙果它有可能水分少，口感偏酸，因此一定要挑选这种圆胖型的。第二点，看火龙果表面的这些鳞片。每一个火龙果表面都有这些鳞片，在挑选过程当中，它也成为了一个标志。在挑选的时候，我们应该挑选鳞片外翻，并且鳞片与鳞片之间它的距离间隔相对比较大的。那么像这样的火龙果，说明它的成熟度相对比较好，果肉吃起来也会相对比较香甜。反之，如果它鳞片比较密集，说明这个火龙果它的成熟度不够，那么吃起来口感就可能会偏酸。第三点，握手感。在挑选火龙果的时候，如果你拿捏不好它成熟度够不够，那么可以像这样用手轻轻的稍微捏一捏。像这种火龙果，它表面有弹性，而且按压过去立马弹回来，说明这样的火龙果它不仅成熟度已经够了，而且也相对比较新鲜。如果火龙果按压起来特别的硬，那么说明成熟度不够。而如果将火龙果按压下去没有回弹，那么就说明这个火龙果放置时间已经很长，那就不新鲜了。所以通过来按压火龙果的表面，也可以很轻松的挑选火龙果。第四点，掂重量。像两只火龙果大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双手掂一掂。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挑选重量相对比较重的，因为像这样的火龙果，说明它的果肉更加的饱满多汁。反之，如果重量较轻的，说明火龙果里面的果肉要么不饱满，要么就汁水少，所以不建议购买。当然，在我们购买火龙果的时候，建议挑选火龙果在500克以上的，这样的火龙果吃起来口感会更加，汁水也会更加的足。所以啊，朋友们，如果你不会挑选火龙果，那么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点重量方法来挑选到果肉饱满多汁的火龙果。第五点，看颜色。
在挑选火龙果的时候，咱们应该挑选表皮紫红色，并且处于红绿分明的。像我这个火龙果，它是红心品种，它甜度会更高。反之，如果火龙果它颜色处于深红，或者它红绿不均匀，那么这种火龙果它要么就是口感不甜，要么就是这个火龙果它过于成熟。当然，最容易分别的就是看鳞片和果皮。果皮红的地方，它红的鲜亮的，那么它就成熟度够，并且还得这些绿的地方没有枯黄的情况下。所以个人认为，这个方法也是挑选火龙果的一种好方法。最后一种方法，通过看外观，我觉得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我们购买火龙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新鲜、表皮没有任何撞伤的火龙果。最起码这样的火龙果它没有坏掉。比如说这一颗火龙果，如果你挑选的时候看见有这里开始腐烂的情况，那么这种火龙果一定不要购买。就算是里面是完整无损的，如果你购买回来不及时吃掉，那么也就放置一两天就会彻底坏掉，造成大大的浪费。所以，不管我们挑选什么样的水果，我们都一定要挑选表面完整无损的，这是第一优选。然后再根据其他的特点再挑选优中之优的火龙果。怎么样，朋友们？不知道你们那里的火龙果卖多少钱一斤呢？当然，不管火龙果是便宜还是贵，我们一定要挑选到果肉饱满多汁并且新鲜的火龙果。好了，关于挑选火龙果，你们还有更多其他的好方法吗？那么你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关于以上几个挑选火龙果的方法，你们都学会了吗？那么赶紧把这些方法分享给身边喜欢吃火龙果的朋友们吧。你看到最后，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那么就给我点个赞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